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每天打开关于美欧与中国的新闻呢，几乎都是负面的。最明显就是美国在各方面通过各种措施打压中国的崛起，同时不忘试图拉拢他那些西方小弟，以及呢同属西方阵营的，比如说像日韩这种国家，有的时候呢也包括台湾在内。当然，在南海搞事也属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手段之一了。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近日美国众议院又通过了2个反对中国的法案。一个法案呢，它的名字非常直白，叫做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而另一个法案更可笑，叫所谓制止强摘器官法。这完全是个莫须有的法案了，与那个所谓迫害维吾尔人法案一样。这样的法案除了在西方给西方洗脑之外，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吗？难道中国会把所谓活摘下来的器官出口到美国去给那些政客用吗？美国众议院以415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了这个所谓的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通过这法案的目的当然呢非常的直白，就是想剥夺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就说吧，美国不想承认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了。这其实间接的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发展感到非常害怕，对自己作为第世界霸权，它的地位微微可及，感到不甘也不舍。这时候双标就出来了，美方的理由是：中国呀，你已经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了，怎么能说是发展中国家呢？但是他们全然不管，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美国的大约1/6，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左右。我发现啊，这与计算碳排放一样。比如说现在西方国家不仅仅是美国了啊，计算碳排放的时候，以整个国家来计算，中国本来就有14亿人口，对吧？刚才说了，人口是你美国的4倍，而计算碳排放是做一个整个国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当然排出的二氧化碳要比如说其他的国家，比如说比德国呀、日本啊这种国家要高得多了。首先人口就摆在那里，但是他们全然不管人均。我们知道，如果与人均计算，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他们人均碳排放要比中国高出数倍，这点他们完全无视。同时呢，也不管过去100多年，他们首先进入工业革命，对不对？过去100多年都是他们在碳排放，可是他们不管，他们只管这个底儿，不管全部的历史事实。就像他们对待俄乌危机一样，如果当初没有北约5次东扩，没有一次又一次的拱火，能有现在的俄乌战争吗？没有吧，对吧？反正啊，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这规则就是他们制定的，他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他们就这么霸气。其实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早在2020年，美国就扬言要取消包括中国在内的25个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只不过现在专门以法案的形式，而且是专门针对中国，就是说要把中国这发展中国家地位把它剥夺了。顺便说一下，被美国排除在发展中国家地位这名单当中，除了中国之外，还有余下24个经济体，他们是中国香港、印度、新加坡、韩国、南非、越南、泰国、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保加利亚、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格鲁吉亚、印度尼西亚、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黑山、北马其顿、罗马尼亚、乌克兰。貌似呢，除了非洲之外，其他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来说都不是发展中国家了，对不对？至少在我看来，比如说像印度啊、越南呀、哥伦比亚、格鲁吉亚、什么黑山呀、印尼、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另外呢，乌克兰，这些国家对我来说绝对是妥妥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对不对？那么美国为什么那么着急要取消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地位呢？目前享有发展中国家地位，它还是有一定好处的。比如说在 WTO 也就是世贸组织里面能享有特殊的差别对待，比如说关税壁垒啊，还有反倾销方面。另外在碳排放方面，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定的所谓特权。那么现在美国专门颁布一个法案，真的是针对中国啊，剥夺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地位，会对中国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坦白的说，
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啊，自从特朗普当政以来，就发起了对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战，首先是贸易战，对不对？然后是科技战、什么媒体战、舆论战等等。就是说，美国早就事实上呢不承认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地位了，甚至呢，美国还单独对数千亿美元中国的商品征收超额的关税。所以说，现在啊，美国你不承认中国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没有什么实际的更多的负面影响了。那么美方其实也知道这个法案对中国没什么影响，那他为什么还费那么大的周折弄出一个这样的法案呢？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可能呢，美国这么做出于3个目的。第一，迫使西方那些国家，他的盟友那些小弟，以及美国掌控的所谓国际机构，比如说世界银行，强迫他们跟进，剥夺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取消中国比如说在金融啊、贷款啊、贸易中的优惠条件，从而放缓中国的发展速度。第二，挑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这些年，庞大的发展中国家，因为他们发展的速度比西方所有的发达国家快，所以他们的势力，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势力呢，越来越强大。而中国号称也真是呢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带队号召其他发展中国家反对西方，以及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益。所以说，现在呢，美国通过法案，硬要摘掉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帽子，它其实呢就是想离间中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美国的目的就是说，你看中国你现在已经是发达国家了，然后让那些发展中国家也认为中国现在已经不属于我们阵营了，不会为我们争取权益了。就这样呢，挑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就是说由身份认同引起的这种矛盾。这套操作啊，非常像西方这种选举制国家他们采取的策略，就是说在一个社会当中划分出3、6、9等，然后呢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在台湾也非常明显，对不对？族群之间就划分各种各样的族群，在美国也一样啊，划分什么东亚裔、南亚裔等等等等。第3个目的，当然是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了，因为呢，发达国家承担的义务要比发展中国家多，这无可厚非啊。因为发达国家在过去，特别是通过殖民地发家的那些发达国家，真的是吃发展中国家血汗钱呢，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是应该的。那么，如果现在把中国也当成发达国家，那中国在很多方面，不仅在经贸方面，还在碳排放方面呢，也被要求能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关于碳排放，他们把中国呢描绘成罪魁祸首啊。因为中国按照整个国家来说，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但是人均来说，中国是排在比较后面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西方特别是美国，完全无视这些年中国在环保还有能源转型方面做出的巨大的贡献，以及投入非常大的成本，他们完全无视。另外，西方无视的是中国在植树造林以及治理沙漠方面做出的巨大的贡献，投入的几十年的人力物力，西方极少有报道，只是一些小众的媒体可能偶尔也会报道一下，但是德国的主流媒体绝对不会报道这方面中国做出的努力。事实上，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在环保、在气候保护、节能减排方面，这些年来，中国做出的努力，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努力，要比很多发达国家做出的努力更多。如果不夸张的话，中国在环保、在减排、在植树造林方面，中国做出的努力绝对是世界第一。中国敢说第二，没有其他国家敢说第一。真的，在刚才我列出几个方面，中国绝对是甩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几条街。与美国相比，美国完全没有资格批评中国半句。当然，说到中国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有些方面中国也得承认，或是美国也得承认。如果美国想承认的话，比如说在人均预期寿命方面，中国在前几年已经超过美国了，但是美国可能不想承认，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还有在人均碳排放方面，美国可是中国的数倍啊。另外呢，在新能源转型的投入方面，中国绝对也是领先美国的。如果是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话，那这方面
中国是比发达国家还发达国家，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是公平的话，应该是要肯定中国在这方面的不懈的努力。朋友们，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啊，越是美国反对的，越是西方反对的，越说明中国做得对，而且中国越要坚持下去，这真的是真理。其实啊，西方他们明知，特别是美国知道，中国的人均 GDP 只有美国1/几，而中国人均 GDP 呢，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城乡差别不小，这些呢都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特征，对不对？总之啊，现在美国花费那么大的人力物力来弄出一个所谓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单方面剥夺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难道他是真的为了中国好吗？他们真的认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赶上了美国了吗？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他们不就承认了中国这种社会制度可能是优于美国吗？肯定他们不会这样承认，对不对？我们知道啊，他们需要抹黑中国的时候，他们绝对会这样说，你看中国还有几亿人呢处于赤贫的阶段，中国的环境污染特别的严重，中国还有多少比例的小孩营养不良等等等等。其实啊，朋友们，从美国隔三差五的颁布这个法案那个法案，也就反华的法案来针对中国，从中可以看出啊，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让美国真的感到非常的害怕。所以呢，他们绞尽脑汁也要想出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来阻碍中国的发展。其实从美国各种各样的法案就可以看出，说明这样的事实：西方越害怕，说明中国人做得越对。所以中国人呢，坐怀不乱，按既定的步伐走下去就对了。今天美国通过这2个法案，特别是这个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法案，可以预见啊，美国一定会敦促其他国家，不仅是敦促了，肯定会强迫他们那些所谓的盟国，也就是他们的小弟，其实强迫他们跟进，给中国制造困难。最近可能大家也发现了，美国目前呢正在酝酿制裁 TikTok， 甚至把 TikTok 踢出美国。这已经是第2次了。第1次是特朗普当政的时候，当时呢想以200亿美元收购，也就强迫字节跳动把 TikTok 美国部分啊卖给美国，而且美国开出了明确的价格200亿美元。后来中国政府在最后一刻禁止出卖，才让美国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美国来第2次，可以预见一计不成又形成一计，在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应该是比较大概率的事件。自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啊一直在抹黑 TikTok， 说他什么偷美国用户的数据，或者是把这个数据呢传给中国政府等等等等。但是同时啊，像谷歌、Facebook、Twitter 这种每分钟每秒钟都在做美国政府栽赃中国做的事情。所以美国这种伎俩，先抹黑 TikTok， 然后呢禁止它，这种手段现在已经用上了，而且我比较肯定，像德国还有西方国家也会跟进。其实德国已经跟进了，比如说德国政府规定他的雇员禁止在公务手机上安装 TikTok APP。其实前面提到的美国遏制中国的手段，都不可能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什么实际性的破坏。凡是芯片法案以及拉拢，比如说像荷兰呀，还有日本啊的盟友，禁止给中国提供光刻机啊以及尖端芯片设备，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不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们要这么做，中国也没有办法，对不对？除了我们中国人自己奋发图强，努力超过他们之外，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前段时间，荷兰已经明令禁止阿斯麦提供高端光刻机给中国。昨天德国媒体报道，日本对23项尖端芯片设备出口设限，需要得到日本有关部门的特别批准。日本方面称不针对任何国家，可是任何一个傻子都知道，日本这么做完全是配合美国来针对中国，其实就是针对中国。所以说啊，西方在这方面呢，正在加大步伐，与中国脱钩，切断中国获得高端芯片技术，从而延长呢美国作为这个世界霸主地位的时间。这点呢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这么说吧，中国不倒啊，美国以及西方死不瞑目。另外我发现呢，西方有一种比较可笑的逻辑，一方面有一种美好的幻想，一方面打压中国，
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呢，又要中国顺着他们，配合他们，与他们合作。最明显例子就是谴责俄罗斯入侵所谓的乌克兰，对不对？同时还希望中国配合他们一起制裁俄罗斯，或者在气候保护方面也要中国积极配合他们。哎呀，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什么都是好事让你占尽，然后呢，其他让中国吃亏。我觉得你们想的也太天真了，一天到晚你看来恶心中国，打击中国，就好像到处拉屎，最后呢要中国来帮你们擦屁股一样，真的哪有这样的好事啊？可是啊，这就是西方的逻辑啊。反正啊，我真的虽然我在西方住了差不多30年了，我就是不懂西方这种逻辑以及他们的不要脸。真的，他们脸皮真厚。所以有的网友就开玩笑说，他们不是不要脸，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脸。真的，他们也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在这点啊，我真的同意网友们的观点。真的，西方他们没有脸，不是不要脸。说到不要脸，我就想起了昨天啊，德国媒体报道这样一件事情：欧盟委员会主席叫冯德莱恩，对不对？他下个月，不是下个月，今天4月1号了，他马上要跟那个马克龙一同到中国北京去访问，去见咱们的习主席。她这个老女人呢，前天，也就是呢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在关于欧洲中国关系的主旨演讲中，她呼吁重新调整对北京的关系。她说，与北京的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之一，该减少对中国依赖的地方就应该减少，对前往以及来自中国的投资要设立更多的限制，特别是对前往中国的投资，比如说他认为呢，有些投资呢可能会被中国用于军事目的，可是呢，他又认为在气候以及自然保护方面要与中国进行积极的合作。看，这就是西方的逻辑，需要你的地方，像前面我说的啊，就可以合作，其他地方就把你置于死地啊，好像中国人没有头脑一样。中国有那么傻吗？把脑袋伸过去给你欧盟，给你西方，让你们砍啊，想的也太美了，对不对？目前看来啊，西方在一些方面决然要与中国脱钩，这是肯定的，而且现在他们正在这么做。所以说啊，中国人不要抱任何幻想，更不能委曲求全。另外，我也特别相信，中国肯定知道哪些地方中国可以让西方感到痛，可以让西方蒙受损失。所以说，今后呢，在这方面去针锋相对去做就对了。比如说在稀土方面，对不对？就是说，有些稀土是中国有的，西方没有的，那中国也可以针锋相对去做啊。就是说，不出口就看你怎么办，对不对？或者中国有的技术，西方没有的，中国一定要明令禁止。如果有些中国的公司，特别是私人公司，胆敢违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不管是直接间接的，比如说非法出口中国才有的稀土到西方国家，那你这个当老板的，那就只能是人头落地了，只能这样了。除此之外，这些年中国正在积极布局更大的东西，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去美元化，而且目前看来非常的成功。不过这个话题呢，我们下期再讲。总之啊，朋友们，不管美国为首的美西方是如何试图遏制中国，只要中国按部就班、见机行事、有条不紊的积极推进，西方遏制中国的目的肯定达不到，而且会失败。西方可能会因为一系列遏制中国的措施减缓中国的崛起，可是他们想阻止中国崛起绝对不可能，而且时间在中国这边，所以这一点大家不要过分悲观。好了，朋友们，今天话题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期见。